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许多长辈在刚退休的第一年，时间突然变得太多，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安排生活。早上醒来不用赶着打卡，不用挤公车或是挤捷运，可是面对一整天空荡荡的时间，心里却觉得空得发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候？走进传统市场，不知道该买些什么，在家里打扫到一半，突然停下来问自己，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明明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为什么心里反而有些慌张，有些空虚，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迎接退休生活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我是主播张宏志。我在台湾的安养机构担任院长，从事长照和老人福利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这30年来，我看过太多长辈从职场退下来后的各种面貌。有些人带着丰厚的退休金，却在日复一日的无聊中迅速衰老，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有些人虽然物质条件并不丰裕，却能把每一天过得闪闪发光，充满生命力。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故事，可能会让你重新看待慢下来这件事。这位长辈没有豪宅，没有去环游世界，也没有每个月几十万的优渥年金，但他却过出了一种安稳踏实，而且每天都值得期待的日子。这是一位65岁女性的退休实录，不夸张也不梦幻，但你会发现她的生活节奏，或许正是你一直渴望寻找的答案。这位大姐今年65岁，刚从一个公家单位的约聘雇职务正式退休。她告诉我，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有这么长、这么完整的一段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她在社区服务中心当了20几年的行政助理，这辈子没有升过官，也没有调过职，工作内容说不上多么高深，但也不轻松，胜在稳定。每天面对的就是一张办公桌，一叠又一叠的文件，帮民众填写资料，接听永远响个不停的电话，跑公文，就这样忙着忙着，总算也是撑过来了。他回忆说，在退休前的最后那几个月，他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过。他不是在等薪水入账，而是在等退休的那一天。他并不是害怕工作，而是真的觉得累了，不是身体撑不住，而是心里那股硬撑着去应付各种人际关系和琐事的力气已经被消耗殆尽了。在安养院里，我常听到长辈抱怨过去工作的辛劳，那种精神上的透支，往往比肉体上的劳累更难以恢复。退休的那天，他自己一个人去人事室办理了离职手续。手续办完后，他说自己心里没有特别高兴，也没有特别感伤。当他走出那栋待了20多年的办公大楼，外面的微风一吹，他突然意识到以后再也不用走进这栋建筑物了。那天回家的路上，他没有像平常一样赶着去搭捷运，而是选择慢慢的走路回家。他穿过几条熟悉的巷弄，看见转角那家早餐店的老板娘还在烤着吐司，看见小学刚放学的孩子骑着脚踏车笑嘻嘻的经过，那一刻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平日这个时间的街头竟然是这般的安静又可爱。以前的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8点半前一定要赶到办公室打卡，到了假日只想要瘫在床上补眠，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出门，工作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把他每一天的时间都绑得紧紧的。退休后的第一天，他刻意不设定闹钟，想要好好睡个懒觉，结果生理时钟作祟，他还是早早就醒来了，但是心情完全不一样了。看着早晨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呼吸的空气似乎也不再那么急促。他起身走到厨房，在小餐桌上为自己泡了一杯热茶。他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窗外，看着楼下的邻居正拿着水管慢慢的浇花。在那种静谧的氛围里，他才慢慢的相信自己是真的退休了。他没有像很多刚退休的人那样立刻报名旅行团出国玩，也没有大吃大喝来庆祝。相反的，他开始打扫家里，仔细的擦拭橱柜，清理窗户，甚至翻出了很久没有整理的旧相簿。他一张一张地翻看着孩子小时候天真无邪的笑脸，看着过去家族旅行的合照。就这样，他竟然安安静静地看了一整个上午。
这种时间完全属于自己的感觉，并不是一种空白的虚无，而是一种很沉稳、很安定的力量。就好像生活终于从高速公路上平安地切换回了慢车道。他对自己说，退休并不是人生的停滞，而是换一个适合现在这个年纪的速度来过生活。这位大姐退休以后并没有完全闲着不动，相反地，她把每天早上的时间安排得非常规律，而且只做3件事情。这3件事一点都不复杂，也不需要赶时间，但她每天都坚持去做。第一件事就是出门走走，活动筋骨。她现在大约在早上7点半左右起床，醒来后她不会急着马上起身，而是在床上先做一些简单的伸展，活动一下手脚关节，然后再慢慢下床去洗脸刷牙。打理好之后，她会换上最舒适宽松的衣服出门去散步。她家附近有一个社区小公园，绕着走一圈大约需要15分钟。她通常会走个3圈，一边走一边看看公园里种的花草树木。有时候会遇到几个熟面孔的老邻居，大家彼此点点头，寒暄几句。有一次在公园遇到一位精神奕奕的长辈，主动教他做甩手功，告诉他这对改善肩膀僵硬和腰酸背痛很有帮助。他跟着学了一下，后来还真的养成习惯，每天在公园都会甩个500下，当作是早晨的热身操。中医常说气血流通，百病不生，只要气血顺了，整个人一天的精神自然就会好。第二件事是去传统市场买菜。每天走完路做完运动之后，他会直接转往附近的传统市场。这件事情在以前上班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时间做的。那时候为了赶时间，他都是趁着周末假日去大型连锁超市一次大采购，把冰箱塞得满满的。现在有了大把的时间，他反而喜欢每天去传统市场走走，一天只买1天的分量，边走边看，把逛市场当成是一种放松。传统市场里有着超市无法取代的人情味，摊贩们都很亲切，买菜的节奏也不像超市那样冷冰冰的结账就走。他对于现在的物价也摸得很清楚，像是现在高丽菜1斤差不多35块钱，一只生鲜鸡腿大约50块左右。他自己一个人1天的3餐伙食预算大约抓个200块钱就已经绰绰有余了。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再是那种爱囤积食物的人了，冰箱空一点根本没有关系，食物就是要吃新鲜的才好。从市场买完菜回到家，他会先把食材仔细的整理好，青菜先泡水洗净，肉类切好分装放进冷冻库，还会贴上写着日期的标签。这些动作虽然看起来很花时间，可是做起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烦躁，反而让他有一种重新掌握自己生活的踏实感。第3件事是把家里打扫一遍。他坦言自己并不是那种有洁癖、特别爱干净的人，但他渐渐发现，只要家里的环境保持整洁，人的心也会跟着比较安稳。他为自己发展出了一套打扫的节奏。星期1专门刷洗厕所，星期2仔细拖地，星期3擦拭窗户。像这样把工作分摊开来轮流打扫，不仅身体不会觉得太劳累，也不会因为看着一大堆家事而产生逃避心理。每天只要花个半小时打扫，稍微流一点汗，喘一口气，就当作是在家里做第2次的轻度运动。他喜欢一边擦地一边打开收音机听广播，广播里那个生气勃勃的声音陪伴着他，让他觉得家里有人气，不会因为一个人待在家里而感到孤单。当这3件事情都做完的时候，时间差不多也快到早上11点了。虽然一整个早上都在活动，但他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感到浑身轻松，身心都彻底舒展开来了。他体悟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生活的品质不在于你一天做了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而在于你有没有用心去感受活着的每一个当下。对他来说，只要每天都能让身体有一点活动，能和人群有一点互动，感受到人情味，心里能有一点满足感，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在我的安养院里，很多长辈的烦恼都来自于金钱。这位大姐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焦虑，在退休前有一阵子，她非常舍不得花钱。那个时候家里的房屋贷款还没有缴清
2个孩子还在读书，需要缴学费，而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也开始需要一笔医疗和照顾的费用。但是在退休之后，家里那些大笔的开销差不多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孩子们独立了，房贷缴清了，他发现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奢求的物质欲望。这倒不是因为他变得多么刻苦节俭，而是他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看透了一件事，生活中的需要和想要根本是两码子事。现在的他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盲目的跟着流行乱买衣服，打开他的衣柜，里面就是那些穿得最习惯最顺手的衣服。买衣服只看材质舒不舒服，好不好清洗，需不需要熨烫，对他来说实用才是最实在的。他每个月给自己设定一个固定的生活费额度，大约是18000块新台币，这个数字包办了他所有的吃穿用度。如果偶尔有额外的开销不够用了，他才会从以前存下来的退休老本里拨一点出来。他强调自己绝对不是那种省吃俭用苛待自己的人，但他也绝对不会挥霍无度，花钱花到让自己晚上睡不着觉。他平常的饮食非常简单健康，早餐大多是在家里自己煮1小碗燕麦粥，搭配2颗白水煮蛋，再为自己冲泡一杯热咖啡。这样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成本算下来不到30块钱。午餐通常就吃早上在市场买来整理好的食材，自己简单炒个青菜，煮一碗汤面。晚餐则是看当天的心情，有时候炖一锅营养的热汤，有时候把中午剩下的菜热一热，简单吃就好。他说他现在非常喜欢在家里吃饭，除了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外食费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吃得安心。自己煮饭，盐巴、沙拉油、糖的分量都可以自己严格控制，完全不用担心像外面餐厅那种重油重咸的口味。除了在饮食上返璞归真，他在日常用品的使用上也慢慢学会了物尽其用。像他厨房里那个煮饭的传统电锅已经用了整整15年了，虽然外壳的塑胶部分已经因为岁月而变得有些泛黄，但煮出来的饭依然香 Q 好吃，功能一点都没有损坏。他对我说，所谓的极简生活绝对不是一味的当个守财奴，什么钱都不肯花。极简的真谛是把钱精准地花在刀口上，花在真正能提升生活品质的事物上。举例来说，他因为常年有颈椎不舒服的毛病，所以他非常愿意多花一点钱去买一颗材质优良、符合人体工学的好枕头。对于这些关乎健康的花费，他觉得非常值得，钱也花得心安理得。中午过后的这段时间，通常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最温暖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把客厅的窗帘全部拉开，让整个屋子都变得明亮。洗完午餐的几个碗盘后，他会泡一杯茶，悠闲地坐到阳台那张有点年纪的藤椅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街景。这时候，如果微风刚好吹进来，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巷口机车引擎发动的声音，或是对面大楼的长辈正在大声呼唤孙子回家吃水果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嘈杂热闹，但在他听起来反而有一种安定人心的日常感，让他觉得自己仍然和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连结在一起。大约到了下午2点钟左右，他会为自己正式泡一壶好茶。他的茶叶种类并不多，今天如果喝了洞顶乌龙，明天可能就换成日月潭红茶，换换口味。在这种安静的午后，他有时候会翻出以前上班时用的旧手账本，那些厚厚的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待办事项、会议记录和长官交办的任务。现在重新翻开来看，他心里会忍不住感叹，觉得自己当年为了工作真的是好投命，好辛苦。然而当手账本往后翻了几页，记录的内容就变成了现在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像是今天早晨去公园走了5600步，中午去巷口买便当花了75元，下午拆了一包新的桂花茶叶。写下这些点滴，就像是在和内心深处的自己进行一场平静的对话。他说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有写点东西的习惯，退休以后生活步调慢了下来，反而让他有时间重新找回了这个失落已久的写字习惯。
有一次，他在厨房洗完午餐的碗盘，坐到客厅喝茶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冲动，想要把当天平静美好的心情记录下来。他随手拿了一张便条纸，用笔写下了几行字。后来女儿帮他申请了一个部落格的账号，把这些生活感触贴到网络上。他写的内容包罗万象，有时候是分享去市场买菜的心得，有时候是记录和邻居在街头打招呼的温馨小故事。出乎意料的是，来看他文章的网友还真不少。有人在文章底下留言说，看到这些文字，让他们想起了在南部乡下的母亲。这些来自陌生网友的温暖留言，让他深深地觉得，原来生活中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是有价值，值得被记录和分享出来的。他特别强调，他写文章绝对不是为了想要出名或是赚钱。他深信退休后的日子不是用来赶进度的，是用来慢慢活、慢慢体会的。写字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也正是心灵成长与健康养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学会与自己对话，看见生活中的微小光芒。每天下午5点一到，他就会习惯性地看看窗外，看着太阳准备要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心里知道，差不多这个时候，他的老伴也该下班回家了。他的先生虽然比他大2岁，但因为是私人企业的中阶主管，还没有正式办理退休。他知道先生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班回到家的那一刻。当大门一打开，先生放下沉重的公事包，第一句话绝对不是抱怨今天好累，而是兴致勃勃地问晚餐吃什么。听到这句话，他就会笑着从厨房探出头来回答，今天有准备香煎虱目鱼肚，已经煎得金黄酥脆了。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不太会打开电视配饭吃，而是把这段时间当作夫妻俩的交流时间，边吃边聊。这些对话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碎片。但就是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着，一顿饭的时间就温馨的过去了。吃完饭后，他就会顺手把碗筷碟放在水槽里，剩下的洗碗工作，先生会非常自觉、主动的去完成。现在的他们能平心静气的一起坐下来吃顿晚餐，一起看电视，偶尔为了无伤大雅的小事斗个嘴，这已经是他觉得生命中最幸福、最珍贵的时刻了。谈到睡觉，这真的是很多老年人共同的困扰。大姐跟我回忆，以前她还在上班的时候，睡觉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每天必须面对的一场痛苦的折磨。长期的睡眠不足，让她常常觉得自己一整天都像是在靠意志力硬撑。刚退休的时候，她本来对自己的失眠状况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但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她完全放弃对抗失眠，心情彻底放松之后，过了大概2个礼拜，她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够一觉安稳地睡到天亮了。她仔细回想，唯一改变的就是生活自然而然地慢了下来，肩膀上的重担和压力消失了，她的身体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也就跟着放松了。这30年在安养院的观察，我深深觉得，很多时候所谓的病痛，虽然有生理退化的因素，但情绪和心理压力才是导致病情加重的关键。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总是乱糟糟的，充满了担忧和焦虑，那他的睡眠品质当然也会跟着大乱。相反地，只要心里安定下来，不再纠结，身体的各项机能自然也会慢慢的配合，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真正的养生是学会放过自己，让自己不要再活得那么累。平时的周一到周五，他一个人在家里，把日子过得有条不紊，倒也乐得清静自在。但只要周末一到，家里的气氛就会截然不同，立刻变得热闹起来。他的2个孩子都已经各自结婚成家立业了，周末经常会带着孙子回来看望两老。小孙子每次一进门，就会兴奋地拿着专属的小型洒水壶，大声宣布要去阳台帮忙浇菜。他从来不会因为孙子把阳台弄湿而生气，他就站在一旁，面带微笑地看着孙子小心翼翼地照顾着那些绿色的小菜苗，像是青葱、9层塔和小番茄。
看着那小小的背影，他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到了吃饭时间，他就会大展身手，亲自下厨煮孙子最爱吃的香菇炖鸡汤，还有一大锅香喷喷的肉燥饭。吃完丰盛的午餐，他就和孩子们一起坐在餐桌旁，喝着刚泡好的热茶，轻松地聊聊天。他心里很清楚，孩子们现在正处于人生的答题期，生活步调非常紧凑，所以他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可以让孩子们暂时停下脚步喘口气的避风港。对他来说，这种不需要刻意去用力讨好，却有着彼此深深牵挂的生活，就是幸福最踏实、最真实的模样。各位观众朋友，听完了这位65岁大姐的故事，不知道你们心里有什么感触？每个人对于退休生活的想象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安养机构里，我遇过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选择在退休后去环游世界，有些人回到乡下种菜，也有人像今天故事里的主角一样，选择把每一天的日子过得简单平淡，但绝对不空洞，每天坚持做几件自己真正喜欢的小事，用心陪伴家人，同时也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也退休了，你会怎么去安排自己那突然多出来的大把时间？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位退休人士了，那么请你回想一下，你现在每天过的日子，真的是你当初还在上班时所想象的那种理想模样吗？我非常想听听属于你们的真实故事，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这支影片下方的留言区，踊跃地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你可以说说看你现在的一天都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聊聊你对未来养老生活的财务和健康规划。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记得订阅我们健康大实话这个频道。未来我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关于中老年人退休生活、健康养生以及心理调试的真实观察与深刻心得。也拜托大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些正在思考退休生活的亲朋好友们。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们的精彩故事，我们下次见。祝大家平安健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转发，大家再会。